大家好，我是大鱼，非常荣幸成为我们频道的新成员。今天呢，我开心的向大家宣布，经过团队的辛勤筹备，我们的频道已经实现了全面升级，并且吸纳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新伙伴。这次升级我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使用 AI 配音和配图，而是大胆创新，全面采用真人出镜的形式，开启一段崭新的旅程。在此，我要向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新老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未来我们将紧跟市场热点，深入挖掘财经信息与区块链的资讯，为大家提供更有深度、更有价值的财富信息。请大家多多关注、点赞、订阅，点亮小铃铛，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以免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同时，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热评，无论是夸奖还是批评，都将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进入本期视频的主题，一起探讨更多有趣且有价值的话题吧。关于2024年主网开放日期的揭晓，可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单，它涉及到技术成熟度、生态系统建设、KYC 流程的完善以及映射速度等多个关键要素。咱们得从这些方面一一深入探讨，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主网开放的时间脉络。首先从技术层面聊聊，技术的发展就像是一棵慢慢生长的大树，从研发到原型，再到测试、优化，最后落地应用，每一步都不可或缺。在这个过程中，开发团队得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不断打磨技术，设计出版模型来验证它的实用性，然后还得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测试，确保技术的性能和安全性能都达到标准，再根据用户反馈对产品进行迭代优化。只有当技术真正成熟稳定，咱们才能放心的把它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说到主网的开放时间我知道大家都特别关心，但咱们得明白，开发团队在技术上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虽然有人期待能够在6月28日前就开放主网，但根据现在的映射速度和潜在问题来看，这个时间点可能真的有点赶。实话告诉大家要达到开放主网的条件，可能还得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所以6月28日开放的可能性大概也就50%吧。不过等到今年12月份，那时候开放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能够达到99.99%。这是伊文团队领导已经多次表示，他们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开放主网，而这个晚些时候很明显就是指2024年内了。所以大家稍微耐心一点，相信开发团队一定会尽全力确保主网在最佳时机以最安全的方式和大家见面。别忘了，主网开放前生态系统的建设也是重中之重，吸引了更多的开发者，建立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扩大用户群，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繁荣健康的生态系统不仅能提升网络的整体价值，还能为主网开放后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当然KYC 流程也是关键一环，它确保了网络的安全性和合规性，让用户远离欺诈和非法活动的威胁。因此完善 KYC 流程，确保它的顺利运行，对于主网的开放至关重要。还有就是映射速度，这也是影响主网开放时间的一个重要因素。映射简单来说就是把现有的代币转换为主网代币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团队得确保它顺利进行，不能有任何闪失。总的来说，虽然2024年内开放主网的目标看似有些遥远，但只要我们综合考虑技术成熟度、生态系统建设、KYC 流程和映射速度等多个方面，这个目标其实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核心团队正在全力以赴，确保主网在合适的时间以安全可靠的方式与大家见面，咱们就拭目以待吧。接下来大鱼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热门话题 Web3 框架内的去中心化科学。这可不是简单的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它蕴含着4大基本原则：激励、透明、去中心化和合作。在 DeSci 的世界里透明度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倡导免费和开放的获取方法、数据和结论，就是让大家都能轻松的看到研究的方法、数据和结果，不用藏着掖着。其次呢是协作，这个更是 DeSci 的核心。它巧妙地利用分布式网络，让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的研究人员都能一起合作，哪怕有审查也不怕。而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和代币就像是 DeSci 的激励引擎，说白了就像是给研究人员的小红包，奖励他们的努力和贡献，让大家都更有动力去搞研究。
传统科学虽然有其深厚的底蕴，但也有很多的局限性。它过于依赖中心化机构，导致研究资助受限，发表过程繁琐，甚至知识传播也被付费墙阻隔。但 DeSci 这个基于 Web3 框架的新生事物，正试图打破这些束缚。它秉持激励、透明、去中心化与合作4大原则，借助区块链、DAO 和代币化技术，为科研领域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那么 DeSci 是如何工作的呢？首先它利用区块链技术存储数据，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不可篡改性，形成了一个有序分布式的知识库。其次通过 DAO 进行治理，实现了决策的透明和去中心化，智能合约管理资源，投票决定项目走向。最后代币与 IP NFT 的引入，不仅激励了贡献者，确立了知识产权，还促进了科研资源的共享与合作。DeSci 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降低了科研的参与门槛，吸引了多元化的人才，开放数据与方法，增强了科研的信任度和可重复性，支持去中心化、抗审查的合作，加速了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付费墙的束缚，让研究资源变得全民可及。IP NFT 则保护了知识产权，进一步激励了开放共享的精神。当然了 ，DeSci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何确保数据的安全与完整性？如何提高 DAO 的治理效率？如何应对大项目带来的数据处理压力？如何明确数据所有权与知识产权的法律地位？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去中心化科学借助 Web3 技术，正在重塑我们的科研体系。它旨在克服传统科学的局限，推动创新、合作与知识民主化。虽然道路上还有许多挑战需要我们去克服，但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区的共同努力， DeSci 一定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开放的科研未来。接下来大鱼带大家关注一下区块链的重要资讯。近期加密货币圈又掀起了一波不小的风浪。FTX 创始人 SBF， 那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创始人，近期就其被判25年监禁提起了上诉。大家还记得去年11月，曼哈顿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他7项欺诈和共谋罪名成立的情景吗？这起案件被检察官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此前检察官甚至建议应判处 SBF 40到50年的监禁，但最终美国地区法官刘易斯·卡普兰在今年3月28日做出了25年监禁的判决。而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也在紧锣密鼓地推动稳定币立法工作。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Patrick McCarry 和资深民主党人众议员 Maxine Waters 与参议员多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 进行了会面，共同探讨稳定币法案的推进。McCarry 多次强调，他小组的稳定币法案仍有望通过，并得到总统 Joe Biden 的签署，成为法律。作为即将退休的国会议员，他将稳定币立法视为自己的优先任务，旨在为代币发行者提供保护，并为加密货币交易提供一个更稳定的基础。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并点亮小铃铛。同时也欢迎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这些区块链的重要资讯。我们下期再见，期待与您再次相聚。